我因为已经退休了嘛，所以呢，我就会找一点东西，不会整天都待在家里。里长他会 po 在我们的 LINE 上面，所以我在这个里大概参加了3个节目。插花本来我就喜欢了啦，所以就会参加这个。火鹤的盆景，火鹤，就你大家弄火鹤，安尼好不好？花哦，它能够让你心情平静，欣赏美感。你拿回家里就是有一些活气啊，不是很好吗？通常就是我坐这边，我先生坐这边，安娜坐这边。不过安娜是住这间原本是主卧室，我就让她就在里头住。她自己有她的洗手间啊，这些就很方便。我跟我先生一人一间，本来都是小孩子的房间啊。假如单独一个人在家，跟安娜就是这样的，就也是不太好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当然安娜跟我是蛮好。让他心无旁骛的、安心的在你的家生活，那你的家里老人家还有你家里头是会减少很多的问题。去帮我顾到他啊，他好不好，他也会来跟我讲，然后我就会从旁跟他的雇主讲，然后有些雇主真的不好的，我也会偷偷的去照顾他，甚至帮他赶快离开那个家。哦，我也做过这种事情。我知道说移工的那种辛苦，一开始我们对移工的照顾就特别多啊，好比说我们有个花园，我们在那里不准有烤肉啊，有聚餐的这种情事发生。可是呢，外国人的生活的模式可能不一样，他们可能喜欢就在草地上铺的这个垫子，然后在那边做野餐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，在我的花园我种了很多他们要用的一些植物，他们可以去拿。好比说我香蕉叶，他们割下来以后可以去包他们的米饭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已经做到什么个地步？这个社区我们可以做到，我们可以自己选我们的房客，然后中间业者也会帮我们选房客。那还有一个，我们社区针对老人家跨代共居，在我10几年前我们就一直在做。一个家庭一个老人家，他也可能有很多的房间，他就一个人住很不安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帮他找房客，就是成为我的一个窗口，然后随时告诉我阿嬷现在什么个状况，包租代管的那种意思哈。他可能给他比较便宜的收费，可是呢，第一个房子有人住，然后阿公阿嬷也有收入，然后也可以帮我们照顾阿嬷这样子。房东阿伯他住在1楼，我住在3楼，然后3楼的格局都是雅房这样，然后卫浴是在外面这样子。我觉得这边环境蛮好的，就是外面很安静啊，就是很适合读书这样子。我觉得第一个是找房子比较方便，就是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找这样子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居住的品质和房东上都比较有保障。第3个就是我觉得邻居如果是有挑选过的话，就是自己也会比较安心。青年学子来跟老人家同住，早晚只要看看老人家有没有安全就好了。他空出一个房间给年轻人住的话，费用非常的低一点，同时可以让老人家有人跟他住，他比较安心，推动整个社会的一个思维。老人家最怕孤独，最怕被送到安养院，好像认为是被遗弃的，不要了。安养院那个地方上，人生地不熟。他们子女都离得很远，所以我们的社区呢，单独居跟双独居的长者很多。所以我们想预计说2年到3年时间，我们要推动在地老化，不是在家老化，是在地老化，推动这个思维。我们一直办系列的座谈，邀请来开会。我们设计这种思维，能够改变年轻人在我们这个社区附近安养晚年，让我们去鼓励安养院的厂商找个地点来成立一个安养中心。在我们这个思维之下，专门鼓励说在地老化。